这哪是牛来，分明是全网一起胡来，烂到极致，自成艺术。低山臭水遇牛来。最近一部零宣发、零预告、零明星的动画片《牛来》火上热搜。它火不是因为好看，是因为烂。看完的网友都说不看难受一天，看了难受一辈子。看这个电影不亚于把钱撕了。还有人说一般的烂我不看，烂到极致高的要尝尝咸的。然后就看到了人类史上最颠也最团结的一次，是这样和这样的呀。还有这些极其环保的手绘海报呀，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敢相信的样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8月5号，国产动画电影《牛来》悄无声息的上映。海报乍一看国风水墨，而正片一放全场沉默，以为来了个大的，谁知拉了多大的。灾难级画质，雷霆建模堪比学了3年的动画阴间画面。86分钟全是尿点，粗糙程度，网友说我上坟烧的纸牛牛都比这个逼真呐，甚至草都懒得画了，直接写上了文字草丛。而那个长得像长虫一样的脏东西竟然是个绳子，有一种眼睛在遭罪大脑在休息的荒唐感。另外你看牛飞起来的那一幕全场爆笑，有一种飞驰牛声的即视感。请问这电影真的是连5毛钱特效都不愿意用来骗我们呐？零成本纯利润，突然就体会到老师那句只要写了就有分的含金量了。不敢想就这么一头牛竟然创飞了好莱坞，牛来竟然直面印高奥德赛。哎呀，再这么下去好怕以后牛来的导演细雨蒙会说诺兰就是个外行。魔幻吧。其实一开始牛来上映10天，它的票房是7700块，注意是块不是万，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最低纪录。然后一夜之间牛来火上热搜，当然大家不是被它的艺术所打动，而是被这竟然能够上映给镇住了。这部电影阵容空前，导演、编剧、出品、配音、音乐一共只有俩人，而且还是一对母子。就这俩人给中国影视扯了一个大大的犊子，甚至出品方前身是装修公司。就这样一部电影居然拿到了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许可证。说实话，没有人是冲着艺术水准走进电影院，大家都是抱着看热闹嗑瓜子的心态，一边疯狂吐槽建模粗糙穿模满天飞剧情稀碎，一边心甘情愿的掏钱买票，全都笑抽了。全网真的很用心的陪导演一起胡闹。这场全网狂欢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句烂片猎奇就能概括的，更像是中国观众集体给内娱上了眼药。牛来的丑有明知山有屎，偏向屎山型的猎奇冲动，但那如何呢？又能怎？走进影厅的一位大兄弟喊来一句呀，原来这么多人都来吃屎啊！全场爆笑。电影正式开始。真的生活太累，观众就想看一场纯粹的乐子，不被驯化的那种所谓的好片儿，更不想看1-2个亿砸出来的精美的烂片儿，就是86分钟的纯精神的松弛。牛来这部电影就像一个泥巴坑，一个人掉进去感觉很糟。当然这也是另的一种影迷对烂片的宣战和无声的抗议吧。所以第一个看牛来的人不要于神农尝百草，这才是黄昏时代真正的吟游诗人。导演说制作不易，网友说不易，钱花哪儿了？此刻一生好奇的中国人硬是把电影牛来的票房从7000抬到了500。的狼狈，而这种狼狈像极了每一个普通年轻人的生活狼狈。所以看似荒诞魔幻，其实是年轻人的一种抽象的精神按摩，或者叫做集体行为艺术。但
看网友说，只要你去看了牛来这86分钟的放映厅里，就成了一块合法的失序飞地，喧哗吃喝评述桔梗，嘲笑精致与奋斗全部被临时的赦免。所以大家到底是看笑话还是去看笑话，一切都不那么重要。好消息，牛来这回牛大了，坏消息，真怕他获益呀，有一种生怕自己的电子榨菜入选国宴的羞耻感。好了，牛来是个意外，是个 bug， 它是空的，没有内涵，所以什么情绪都装得下。股民装进牛市来了的愿望，更多的人装进的是无处安放，想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开怀大笑一场的孤独。说羊群效应也好，说跟风也罢，就像网友说的，山珍海味我吃多了，换个烧水解解腻。这种自嘲是年轻人最后的武器。所以网上说说得了，谁不想下班后酣畅淋漓的去看一场牛来呢？为抽象买单，花钱图一乐呗。有人担心这种神手会让中国电影走下坡路，我想说大可不必。这部电影背后是一个60后妈妈为了帮儿子圆梦的故事，从零开始学建模、剪辑和配音，母子俩花了1825个日月，没有专业团队，没有大额的外部投资，纯手工耗时5年完成，全片86分钟一帧一帧的完成，再搬到大屏幕上，还有比这个更加纯粹的吗？包括审批之中的波折，很多人都劝导演放弃，但他坚持要上，只是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。牛来的烂是人手搓的烂，带着体温，带着母子5年手搓的倔强，这种烂才配得上所有人的围观。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他们追梦的笨拙呢？反而我觉得牛来是真牛，那些票房达不到预期就我来说一个暴论，就是牛来这个电影的票房暴涨了1000倍这件事情，跟之前那个自己吓自己的片子爆火的原因，它都是一样的。它意味着中国电影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小便池时代。那首先呢，我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小便池逻辑。小便池逻辑呢，其实了解艺术史的人知道，小便池是杜尚在1917年向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提交的一个作品。这个独立艺术家协会呢，它所倡导的艺术精神就是自由、开放、包容，你想提交什么样的作品都是可以的，只要你交6美元，你的作品就可以在这个协会主办的一个展览上面展出。那么杜尚他就匿名以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提交了这个作品，并且付上了6美元。还写了一个名字吧，叫做全。他把这个作品提交给了这个协会，但是到了展览的那一天，他走遍了所有的展区，却没有发现这件作品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我明明满足了这个组委会提出的交6美元的这个逻辑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展出呢？你难道是认为这个小便池难登大雅之堂吗？这个地方呢就说来话长了。首先说一下那个杜尚的影响力，其实杜尚的影响力是比毕加索还要大的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因为曾经有很多学者就在评选这个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时，把杜尚放在第1位。他打败了毕加索的作品《亚威农少女》，那个作品非常的牛逼，但是他打败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他成为了一个划时代性的人物。在杜尚之前，所有的艺术家他们都是要以自己的工艺，以自己的一种有造型感的、有美感的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来称之为他们的作品的。比如说画家你就得画画，是吧？然后雕塑家你就得做雕塑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工艺品就是艺术品吗？或者说艺术品它就必须是工艺品吗？难道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必须通过一个由他手工制作的工艺来展示，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吗？起码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口号里面并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你可以提交一切作品，我们是包容的，我们是开放的，我们是自由的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有悖于他们的口号的。于是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的讽刺。你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究竟是什么？在这个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口号里面，你所谓的自由开放如果是成立的，你就做不出这样的事情。既然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
你所谓的独立、自由和开放全都是虚伪的。也就是说，杜尚在超市里面购买的这个量产的小便池送到了组委会，和组委会在最后并没有展出这个小便池，它形成了一个闭环的逻辑，就是事实上杜尚他把他的观念放到了这个小便池里面，而这个观念是杜尚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，而不是那一个工艺。对于这一点，毕加索有话说，毕加索算是画画的最好的人了吧。他说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能够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，但是他说我却用毕生在学习像孩子一样绘画。他为什么要像孩子一样学习绘画？他学的是孩子的无知吗？肯定不是，他学的是像孩子一样自由的挥霍他的画笔，是没有拘束，是去掉规则，是自然，是返璞归真等等等等等。他所表达的是绘画本身就不是技法，那不是技法是什么？是想法，是观念，也就是20世纪以来，现在人们比较推崇的一种艺术观念，艺术并不仅仅只是工艺，甚至于说是只是工艺，完全称不上是艺术，否则的话，那些画家村里面的人早就已经闻名世界了，不是吗？好，小便池逻辑现在我们就说完了，我们来说第二点，牛来逻辑。说了这么多艺术圈的事啊，咱们还是得回到电影圈来说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讲电影的号。电影的事情呢，它相较于艺术圈来说，它就会复杂一点点。你就以牛来这个作品来说，它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它的制作成本非常低、非常粗糙的这样的一个作品，看过的人都说奇葩，都说不好看，但是它却引起了我们现在讨论热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一组矛盾，这个矛盾是牛来这个作品这么粗糙，甚至是没有什么思想或者说艺术性可言，但是它却能够顺利的通过审核进入到院线里面，然后进而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。那它里面就包含了一个问题，审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于是乎，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发现了什么？我们发现牛来逻辑它就是小便池逻辑。我们发现艺术它并不需要通过手艺、通过工艺来得到体现，然后它通过了审查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可以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一种什么？一种反抗，一种抽象。当观众以这种姿态去审视和定义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大量的5星好评水灵灵的就出现在了这个电影的豆瓣评论区，有很多的网友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快乐的作品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作品，巴拉巴拉巴拉。他们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，但是它意味着这种定义的权利。到底谁在定义一个作品的好坏？谁在以什么样的标准定义一个作品是否能够出现在观众的面前？这件事情以这样的方式也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电影精神。这种后现代电影精神已经在中国的舆论界反复的出现了，包括之前的那个美人鱼的夏天 biu 自己吓自己，自己吓自己，还有更早之前的富春山居图、小时代，他们都有一样的色彩。有很多的人会因为它不好看而去看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想知道那条线究竟是什么，到底什么是好的艺术，什么又是好的电影，甚至于说什么是艺术，什么是电影，这样的母题今天反复的在叩问我们。它为什么会反复的叩问我们？因为我们学术界，甚至于我们评论界，还有我们的创作者的这个环节里面，几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个市场需要回答的。电影是什么？它跟电视剧的区别是什么？它跟短剧的区别是什么？它跟短视频的区别又是什么？这些东西本应该有人专门的去为大家做解答、做科普、做研究。在中国电影界，在学术界，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少的，而且你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到今天了，大家还在讲很多很多年前巴赞所提出的电影的渐进线的理论？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，其实在法国研究就是最多的，所以法国的戛纳有影响力啊。这个事情它本身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并不重视电影理论的研究，我们所有电影界的人本质上都只重视什么？只重视卖多少钱，谁能卖钱。当大家只重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你要再说它是艺术就非常的抽象，它就是产品，或者说它就是商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的精神属性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削弱，那你也要接受观众对于它的一种狂欢的形成。这个就是牛来这个事情，为什么我说它是中国的小便池？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讽刺，而这种讽刺是来自于一种积蓄已久的反抗。